大家好，我是侦查军普文。Hello，大家好，我是那个知觉茶语小新。Hello，大家好，我是知觉茶语阿鹏。好，今天我们继上一个视频，我们再来讲解野生红单株跟普通野生红它的区别在哪里。通过茶汤的一部分再加上我们品鉴这一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识别。好，小新，你用同样的盖碗，用同样的公道杯来泡这个茶投茶量1:30，这个盖碗是180毫升的一个盖碗我们每个盖碗投6克。好，我们来进行同时的对比。这是单株是吧？对，野生我们单株。用6.05克先把这个茶放到这个公道杯里面。然后你再称普通茶，好，也是6克，同时开汤。好，同样是6克，对，加入另外一个盖碗。视频左边那个是单株，对，右边那个是野生红，普通野生红。好，我们来开汤。好，快速出汤，汤色金黄。大家看这开汤的颜色两个都很油亮，都差不多。大家这样看过去的话，略微这个普通野生红的颜色会更深一点，单株的野生红相对来说会浅一点。这样拿出来也同样普通野生红深一点。对，深一点。好，我们通过闻的方式来对比一下它有什么不同。你先闻单株的。先比较的话，这个普通野生红它的那个闻过去它的那个更浓一点，然后那个单株的话就比较有点清香那种。对，它没那么浓烈。我觉得单株的这个闻起来更甜香，甜香更足一点。感觉茶气应该会更足一点。这个普通的野生红，我闻着味道就比较普通了。就是有什么味道？反正甜味没有单株的这个浓度你们是否感觉这个茶它的火味更重一点，这个野味更重一点？茶汤的这个闻上去带有一种甜味，这个是带有一种火味，没有那种野茶的那种香味。这就是普通野生红跟单株的一些简单的区别。但是这个香味当中我们还要去明辨，有些我可以造假。所谓普文讲的造假是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你知道为什么要火香很重吗？就是原料不够好，它才会去要求火香重来掩盖它本身的弱点，让喝的那种感觉，喝下去的口感那种闻到的香，好香，其实是烘焙出来的香。对，这个香呢是每个茶叶都具有。红茶大家要记住，我们自己是制作人，哪怕去收购原料也好你要明白一点，闻到第一个识别它的香味，茶汤泡出来它是火香很重，那我们要注意了，这个茶的原料等级我们自己在脑子里要形成一个概念，这是最基本的。好，我们下面从口感上给大家再来讲述和判断它有什么差别和差异。我们现在来泡喝的第一泡，相对来说单株的颜色上都会比普通野茶的颜色上，茶汤颜色上要浅，但是感觉更亮一些。感觉这个单株的话，它那个茶汤更明亮一点。大家这样看过去明显的就能看到差别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个差别，放在一起你就会感觉到有一些明显的差别。颜色非单株的要深，右边要深，左边单株的要浅。倒到杯子里面，我们先来一个一个品鉴，先品鉴差的，再品鉴好的。这边的话，小心闻了一下这个普通野生红的话，感觉它那个口味的话更浓一点。是否感觉那个喝进去还有一股焦糖性焦糖味很重。我们再来分享这个单株的，它的区别在于哪里？但是你会感觉嘴巴里一股不是茶味，是那种有火的味道。对，焦糖味有点过重，就一喝你就感觉是高温出来的这种感觉已经喝不到茶的清爽清凉感已经，但甜味还是有。对，但是你喝完之后喉咙略略的火温高的茶，它会有一点点干。那你再闻一下这个茶的味道，清香度就更高，清香度高，就是有茶的那种味，略带一点味。你喝进去，你感受一下，感觉没有那种燥热的感觉，燥那种感觉没有。然后你入口之后，是不是有这种叶轻轻的叶的略微有一点，但是它那个
茶的清香它依旧在的，就是你咽下去的时候，那个热气啊，那种感觉，它的气感就出来了。那种绵绵无力的那种不一样，是不是？质量感很强的。牙齿是不是有感觉是被作用力的那种感觉？有东西拉的那种感觉。根据它出汤，我们就会能够明白，3分钟之后，汤完全能体现出来一个茶树的树龄和发酵工艺。在同一个发酵工艺之下，树龄越老的，它的汤区间颜色的区间越小。就一开始是金黄汤可能会深一点的那个金黄汤如果是小的树，它的颜色变化区间它就很大有可能从黄金汤直接变成深红色的茶汤这就是从这个焖泡当中，我们从汤色来看它的变化跟它的发酵，我们能掌握一部分，然后我们再来喝它，尤其是红茶发酵完的红茶发酵程度的深浅，我们通过焖泡的这一个汤，我们能做个完全的评判，也可以不通过液底，我们都能判断出来发酵好与不好的红茶。在焖泡过程当中，如果好的红茶发酵好的红茶，它会出来更香的就是浓度更大的那个原有的那个茶香但是发酵不好的红茶，它就会出来那种发酵的味道就出来了因为它发酵在烘焙的时候，它同样还是在发酵在烘焙的火温它没有掌控好。那是不是它会发酸？相对来说，发酵过的茶它会发酸，发酵浅的茶它会发涩涩度会强一点，但是不太会发酸如果发酵好，这个茶本身就是好了，储存又出问题的茶，回潮的茶它会发酸一定会发酸不管你烘焙过还是没有烘焙过都会发酸。汤色它又会变，茶条也会变黑暗，它有各种现象好，3分钟差不多，我们出汤看一下。我们先从这个当初的开始，这边的话泡茶记住一点，手指不要翘。我们一看这个汤色深度，我们就会做一个明显的分辨了。好，大家看一下丹珠的颜色跟那个略微有些差。其实这款普通原料的野生茶树龄也不算很小，但总体来说，相对来说丹珠的要偏浅一点。来闻一下这个香味有什么特别之处？它这个火温的话更重一点。火温是不是加重了？对。但是你有没有闻到发酵的味道？发酵就是那种五味，你能闻出来吗？这个普通的它的锅味更重。锅味就是火味火味更重。它一下子轻轻一闻，它就能闻到很重这个还没有火味，它基本上就没有，而且很清香。你从茶汤能闻到酸度吗？这个微微好像有一小点。那这个呢？这个还是清甜的香。那我们倒在里面品鉴一下，先闻一下丹珠。这个丹珠焖泡之后，略微会有一点火味，但是后味它也是甜的，但是这个火味就是明显的就是有焦的那种感觉对，焦的味道。但是这个茶打的时候火温会偏高一点我们来感受一下，浓度是变大，略微会有微微的一点点苦涩，苦不是涩，但是酸味是不减但是它回上来的味道茶味就出来了而且生津也比较浓酸味道也没有，但是火味就重，比较苦的感觉，就是焖过之后有点微苦，就是烘焙出来的酸味的味道。苦味其实也没那么重，就是有点好像糊的味道。相对来说，它是不是树龄小就炒得比较久一点？跟炒没有关系，红茶不需要炒，烘焙发酵完之后你再去做一个烘焙烘焙是打高温的。丹珠我是用提香机烘焙的那个茶是用老式的大型加工烘焙的滇红的那一类一塔一塔的那种做烘焙的，层层下来做烘焙做了一个毛烘，然后再来做一个提香的一个烘所以说它的烘焙的温度的高低是不一样的。普通野生烘是烧火然后热风进来烘焙的丹珠是电加热烘焙这是2个概念，所以出来的味道火味它相对来说热风的那个会重一点点因为它量会比较大一点，温控相对会稍微差一点点丹珠的就像一颗我们一个提香机烘出来就这么一颗，
所以它的温控会比较好一点，均匀度会更好。好，今天关于野生红品鉴的这一个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下一个节目见，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拜拜。拜拜。